丈夫55岁寿宴上，我当继承人培养的独生女当众宣布让孩子改姓，绝了温家的后路。我宣布，我的孩子改名姓萧。妈，虽然孙子不跟您姓了，可他一样流着温家的血，是温氏唯一的长孙，一样继承温家的家业。可他似乎忘了，我从没说过要把继承人的位置传给他。感谢各位来宾百忙之中莅临，为我先生陆廷舟庆贺55岁寿辰。我温婉在此敬大家一杯。温家世代的一举，男娶媳，女招赘，这一任的掌权人居然是个女的，属实少见。他们就这一个独生女，看样子温氏下一代还是女人掌舵。无论掌舵的人是谁，只要温氏还掌握在温家人手里，男女根本不重要。干什么呢？在场谁真的是来给陆廷舟过生日的？要真想巴结，就巴结温婉。廷舟，跟大家说几句吧。等一下！为了报答我丈夫江辰对我的真心，我宣布，从今天起，我的孩子改姓江。户口本已经改好了，从今往后，我儿子就是江家名正言顺的长子嫡孙。什么？改姓？温总的女儿这不是在开玩笑吧？户口都已经改好了，板上钉钉的事儿，温家这下算是断了嫡系血脉，怎么可能是玩笑？温之夏，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之夏，你确定要这么做？我当然确定。妈，这是温氏的股权转让书，你们签了吧，把温氏转让给江辰。反正日后温家的一切都是我的，我既然嫁给了江辰，就是他的人，温氏交给他，理所应当。温之夏，我宠你20多年，送你出国深造，好吃好喝供养你，给你旁人企及不到的一切，不是为了让你在国外偷偷给别人生孩子。他连一份正经工作都没有，到底能给你什么？妈，你什么都不懂。我在国外重病缠身，无人依靠的时候，是江辰日日守着我，亲手给我熬白粥，调理身体，我才能彻底痊愈。我和江辰之间的感情，是再多金钱都买不来的真心爱情。一碗几毛钱的白粥，就轻易让你认定是一辈子的爱情了？妈，那不只是一碗粥的情谊，那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感受过的家的温暖。你满身功利，满眼只有温氏产业，一辈子都在算计得失，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家。婉婉，算了，之夏只是年轻一时糊涂，如今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木已成舟。好，我可以成全你们，让你们结婚，但必须严格遵守温家100年规矩。男方入赘温家，孩子必须姓温。至于你，我会在温氏给你安排合适的职位，1年为期。若是你证明不了自己的能力，撑不起岗位，我照样会把你彻底赶出温家，绝不留情。温之夏，你还记得温家的规矩吗？哎呀妈，温家那些老旧的血脉传承、招婿入室的规矩，本来就是迂腐不对的。自古以来，便是嫁夫随夫，男人才是一家之主、顶门立楼的人。再说了，江辰堂堂男子汉，有骨气，有尊严，怎么能委屈自己做上门女婿，受人非议？温之夏，你母亲10月怀胎生你，倾尽所有养你，让你从小享受温家的荣华富贵。你如今却伙同外人，背着我们篡改温家血脉传承。你这般自私糊涂，对得起一心为你的母亲吗？爸，你们别生气，之夏也是一片好心，只是想让我能更好的照顾她和孩子，才想着让我接手温家产业，扛起这份责任。就是，况且你们只有我这一个独生女，温家所有产业到头来，不都得全部交给我？既然早晚都是我的东西，我想交给谁，自然由我做主。早交接，晚交接，不都一样？是啊，爸妈，今天寿宴上这么多人，你们肯定也不想当众撕破脸面，闹得人尽皆知，
让整个温家颜面扫地，沦为旁人笑柄吧。温之夏，你是不是笃定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无论如何都舍不得对你动手，拿你没办法，所以才敢带着这个依附女人、吃软饭的人，公然吸食温家的根基，亲手毁掉温家100年传承。不然呢？除了我，你们还能把偌大的温家家产留给谁？温家的一切生来就该是我的。谁说我的家产只能给你？妈，你跟我爸难不成还想生2胎跟我争家产？且不说你还能不能怀，就算真怀了，你还生得动吗？之夏，你别和爸妈犟了，妈和爸这是在吓唬咱们呢。妈，虽然孩子姓江，但他身上一样流着温家的血，跟谁姓那不都一样，都是您的亲孙子，不过是改个姓罢了。血还是你们的血，产业也还是那产业，您说是这个理儿吧？吃我温家的，住我温家的，在公司挂着闲职却领着高薪，出入都是温家的100万号车，如今还要得寸进尺，想吃温家的绝户，断温家的根，休想！今天是我先生陆廷舟的寿宴，本该是个喜庆的日子，却让各位看了一个笑话。我女儿和女婿确定为孩子改姓，传承江家的香火，但无论如何，作为父母，我和廷舟自然该支持孩子的决定。妈，我早知道你最疼我，那这份股权转让书……既然如此，廷舟，把我上个月给他们买的那辆库里南收回来吧。什么？把车钥匙还回来。孩子姓江，那就是江家的继承人，总开着我们温家的车算什么道理？你这么舍不得你老公受委屈，肯定也不想他出去被人笑话。堂堂大男人，要开丈母娘家的车吧？妈，您这是当众羞辱我！你疯了吗？江辰是我丈夫，你收了他的车，让他以后怎么在圈子里抬头？你这是在打他的脸！如果一个男人的脸能轻而易举被人收走，那说明他就还是个废物。我告诉你们，想要面子就别想要里子，自己没有能力就别想两全其美。车钥匙，这辆库里南价值100万，向来是我出入商流社会的资本，如果没了……车钥匙拿来。妈，不就是给孩子换个姓吗？您至于为了这点小事对江辰赶尽杀绝？还有温家的股份，他本来就是要给我的，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区别？我不过是想江辰有立足的资本而已，这有什么错？靠自己的本事，那才叫立足；靠温家的股份，那叫寄生。我就是太给他脸了，才让他忘了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钥匙是你自己体面的交出来，还是我叫酒店的安保？到时候被摁在地上搜身，你就连最后的脸面也没了。改姓篡权，今天我要是让你们如愿，明天你们就敢算计我什么时候死。温之夏，我今天就让你清楚，我这几10年不是白活的。爸，你最疼我了，你快劝劝妈，他在外面会被人笑话死的，你们不能这么对他。爸，你不也是个赘婿吗？你和江辰一样寄人篱下，看人脸色，怎么会不理解江辰？不，你错了，我没法理解他。在我看来，他的贪得无厌是个人品德问题，和赘婿身份根本无关。我一切都听温婉的，把钥匙还回来。还就还，我还看不上你这辆破车。家门不幸，让各位见笑了。今天的寿宴到此为止，招待不周，还请见谅。之夏毕竟是你倾注半生心血浇灌出来的孩子，你是不是很难受？我不难受，反而很庆幸自己提前看清这2个白眼狼的嘴脸，没让温家传承100年的产业落进他们手里。汀州，从今天起，我们那个乖巧懂事的女儿没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有我，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陪着你。既然温之夏觉得和江辰是爱情，觉得有情饮水饱，那我们就成全他。梁助理，
江晨和温之夏手里的副卡全停了吧？既然不是温家的人了，就没资格继续刷温家的卡。宝宝，我们现在怎么办？车没了。怕什么？不就是一辆库里南吗？我现在就给车行打电话，租辆最贵的劳斯莱斯。乘风车行吗？我要租你们店最贵的劳斯莱斯，现在就给我开过来。不愧是宝宝，可真厉害。你下车，车给我们。车行规矩，先付押金，后交车，押金10万，5000一晚。我还需要交押金？你不认识我？那我可不管，不给钱我就走了。别！支付失败。支付失败。怎么回事？我钱呢？宝宝别急，我来。我妈还给过我几张100万额度的副卡。卡已被停用。什么？呸！两个穷鬼在这装什么富豪，浪费老子半天时间。您的银行卡已被主卡人申请冻结，您的账户已被限制交易。什么？你不是说你是温家的掌上明珠吗？不是说你妈离了你活不了吗？我为你推掉那么多名媛的追求，一门心思守着你，结果呢？你给我的就这种惊喜。要是这样，我看我们就离婚好了。不要，我不离婚。宝宝，你听我解释，我妈那是气头上，她是故意做样子给你看的。以前哪次吵架不是她先低头？我可是她亲生的。等过2天，我回去认个错，再撒娇。温氏的股份最后不还是我的？你相信我。好，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还拿不到温家的股份，哼！爸妈，你们回消息啊！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知道错了，我们好好谈谈行不行？汀州，你记住，昨天寿宴结束的那一刻，温之夏就不再是我温氏的继承人。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温氏的产业总得有人接手。如果我能找到更适合的人继承温氏，你的意思是从旁系或者资助的孩子里找人培养？温氏不能没有继承人，可那些人里，我该选谁呢？陆总、温总，之前你们一直资助的那个贫困生陈瑜，把简历投到咱们公司了。陈宇，快把陈瑜带过来！跟我来。温阿姨，陆叔叔，陈宇，真的是你，不知不觉你都长大了。陈瑜，你毕业了要找工作，为什么不来找我和你温阿姨？你知道的，当年要不是你捐骨髓救温婉，温婉很可能熬不过那关。有这份恩情在，只要你开口，我们随时能给你安排最合适的岗位。之夏，医生说了，你妈妈是急性白血病，直系亲属配型最容易成功，你快去配型，说不定能救婉婉。我不行啊，你知道的，我从小最怕打针了，而且抽骨髓很伤身体的，我还小呢。抽我的，陆叔叔，我的骨髓配型和温阿姨配上了，只要能救温阿姨，多抽点也没关系。没错，让她来，她承了温家这么多恩情，也该回报温家了。温阿姨、陆叔叔，你们对我的恩情太重了，你们一直资助我读书，供我上学，我已经十分感激，所以我想凭自己的能力找到工作，不想再给你们2位添麻烦。陈瑜，阿姨有一个请求，你愿意听一下吗？阿姨请说。你愿不愿意跟阿姨姓，从此之后做我的女儿？我吗？
对，是你。你能和我骨髓配型成功，这本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陈瑜，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儿？陈瑜，我本就被父母抛弃，是叔叔和阿姨让我生活无忧，还资助我读完大学，对我恩同再造。如果有幸成为温阿姨和陆叔叔的女儿，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绝不会让你们失望。从今以后，你就叫温之瑜，知书达理，聪慧善良，这是我们对你的期望。好孩子，以后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往后温家就是你的家。这件、这件、那件不要，剩下的包括刚才那套秀长款，全部包起来。你们店里最新的珠宝呢，也都取出来吧。是。婉婉，是不是太多了？多才好。至于现在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就要把她当亲女儿一样宠着、疼着。之夏曾经拥有的一切，之余也要有，甚至要比之夏拥有的更多、更好。好，都听你的，只要之瑜能安心留下，买再多都值得。妈，你再不接电话，我就真的生气了。我身上1分钱都没了，你快给我转账。看来我得尽快去找王律师，拟定改立继承人的合同。梁助理，把这些东西先送回别墅，交给之瑜。另外，嘱咐之瑜安心在温家住下。我和陆总还有点事情处理，就不回去了。好的。这些全是给我的。之瑜小姐，这些都是温总的心意。温总说了，以后这就是您的家，您安心住下。梁姐姐，这些太贵重了，我用不上的。爸妈，你们闹够了没有？非要我亲自上门。你怎么在这儿？这谁啊？就是我爸妈资助的一个贫困生，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处处压我一头，成绩比我好，还装的一副乖巧懂事的样子。我妈天天拿他当典范说我，真是阴魂不散，居然还敢跑到温家来！哼，宝宝你快看，我就说爸妈还是疼我的，表面上不接我电话不回我短信，但是我一说生气，他们就知道错了，还给我买了这么多赔罪的礼物。看来爸妈心里还是疼你，光这一个秀场包就得要60万，他们还买了这么一堆。宝宝，我们快拆礼物，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尽管拿。哎，之夏小姐，宝宝，你看这鸽子蛋配不配我？好看，妈和爸还真舍得下血本。之夏小姐，请放下这条项链。你说什么？你不过是我妈身边的一个助理，凭什么让我放下？因为这些礼物是温总和陆总特意买给之瑜小姐的。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妈怎么会给这个贫困生买这么多好东西？之夏，梁姐姐只是在执行温阿姨的交代，我教训温氏的员工，关你什么事儿？温总，家里出事了，之夏小姐不信你买的东西是给之瑜小姐的，在为难之瑜小姐，您快回来。怎么了？出事了。我们没删温之夏的指纹，他回家了，在欺负之瑜。司机，现在回别墅，开快点！打他没打你是吧？你也不看看自己站在谁的家，你又是什么身份，也配来管我？之夏是温阿姨、陆叔叔亲生女儿，我不能刚到温家就给他们添麻烦。
我不是想管你，只是梁姐姐没有错。你如果真的心里有气，冲我来，别难为不相干的人。你装什么可怜？怎么觉得当年给我妈捐了点骨髓，你就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了？你不会还想当我妈的女儿吧？想攀附温家，抢我的东西，抢我的位置，是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你的东西，我只是想好好报答温阿姨和陆叔叔的恩情，好好待在他们身边，尽我所能照顾他们，待在我爸妈身边。你还想赖在温家？我告诉你，不可能！温家只有我一个大小姐。陈宇，我告诉你，你就算穿了我爸妈买的衣服，戴了他们买的首饰，也一样上不得台面。宝宝，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拿走，反正我是温家的独生女，我爸妈的东西迟早都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不可以，江先生，这是温总亲自给知瑜小姐挑的，你们不能拿。我拿我老婆的东西，轮得到你一个助理插嘴？梁姐姐。你这么喜欢多管闲事儿，逞英雄是吧？之夏，梁姐姐没有错，你们不该打她，她不过就是我妈花钱雇的一个助理而已。我是温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温家的东西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多嘴。温阿姨和陆叔叔心地善良，他们绝对不会这么看梁姐姐。你这样作践她、欺负她，根本就是在败坏温阿姨和陆叔叔的名声。你还敢用我爸妈的名义教训我？你也配！住手！妈，你们可算回来了。这道歉礼物的成色虽然一般，但看在你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勉强原谅你们了。不过妈，下次挑项链眼光好点，这颜色太老气了，压根配不上我。下次还是我自己去挑。我教你20多年礼义廉耻，不是为了让你像个市井妇女一样撒泼。温之夏，你太让我失望了。是他先抢我的东西，还有这个助理，居然敢帮着他跟我作对。他非说这些东西都是你买给他的，我才对他动手。把你脖子上的项链取下来，还给小鱼。你说什么？这项链不是给我的吗？给你，温之夏。这条项链还有所有的礼物，都是我特意给小鱼买的，跟你没有半点关系。给他？怎么可能？妈，我才是你的亲女儿啊！你放着自己的亲女儿不心疼，去捧一个外人的臭脚，你是不是疯了？我再说一遍，这些东西都是给小鱼的，把项链拿来。我就不还！他配有这么贵的东西吗？这些好东西天生就该属于我。你们生了我，就得一辈子宠着我，供着我。爸妈，你二位消消气，没必要为了一个外人伤了你们和之夏的感情。我最后再说一次，把所有不属于你的东西全部还回来，以及给小鱼和梁助理道歉。你既然真逼我还，我就不还。难道你还想把我这个亲女儿赶出去不成？我可是你们的独生女啊！是你自己说的，嫁到江家那就是江家的人。既然如此，我温家的东西你上门抢就是入室抢劫，不还我就叫物业保安把你们一起丢出去。什么？之夏，别害怕，爸妈肯定是因为孩子改姓的事情有点生气，故意吓你的。他怎么可能真的把你这个亲生女儿丢出去啊？毕竟血浓于水，对吧？对，我不信。妈，你有本事就真叫保安。喂，物业吗？妈，你玩真的？为了他，你这样把亲女儿扫地出门？温之夏，我最后给你10秒钟，把所有不属于你的东西还回来，给小鱼和梁助理道歉，不然我真叫保安。谁稀罕这破玩意儿？江晨，我们走，等他们老子动不了那天就知道后悔了。王律师，你怎么来我家了？有什么事情吗？原来是温小姐，温总约我上门是为了确立温氏集团的继承人以及签署法律确认文件。过几天的晚宴上，他们将正式对外公布温氏集团的继承人。继承人？晚宴？我妈果然还是宠我，特意举办一场晚宴，就为了对外公布我是温氏的继承人。我就说嘛，爸妈那是演戏给外人看的。温氏这么大的家业，除了给你，还能给谁？嘴上骂得凶，最后还不是得乖乖把公司交给我？毕竟我才是温家唯一的根。温总，合同和遗嘱我已全部准备好，确认要更改原定的继承人吗？
之夏她到底是我们亲生的女儿，要不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王律师，你稍等一下，让我想想。宝宝，你放心，等我妈宣布我是继承人，我就把温氏的一切都给你。宝宝，你最爱的果然是我。温氏这么大的企业，也能说给就给。那是当然，我嫁给了你，就是你的人，心里向的是你。我妈现在装的有多狠，到时候就有多乖。等我掌权了，他们养老还不是要看我的脸色？要是他们还敢欺负你，我就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看他们还敢不敢对你不敬。王律师，不用等了，我确认，立刻变更。这么香，梁助理今天换花样了。爸妈，你们醒了。爸妈，这些天你们给我买了好多贵重的东西，我只能做点早饭，尽一些心意。傻孩子，一家人，你还和我们客气什么？你能留在我们身边，就已经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了。是啊，志宇，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会有导师带你进温氏集团实习，慢慢熟悉公司的业务。以后你就是温家的一份子，温氏也是你的家。梁助理，把我昨天让人准备好的那套高定礼服拿过来。是。至于过2天温氏会举办一场晚宴，到时候你会穿着这套礼服，以温家女儿的身份出席。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们温家名正言顺的女儿。哎呦，陈太太，您这手势不错，不过跟我儿媳妇比还是差了点儿。毕竟温家就我儿媳妇这一个宝贝疙瘩，这什么好东西她没有啊？没错，以后各位想跟温氏合作，找我儿子江晨就行了。他现在说话比温婉都管用。是啊是啊，温小姐年轻漂亮又有能力，将来肯定能把温氏打理得越来越好。到时候还请温小姐多多关照我们啊。我的就是我老公的，以后有什么事儿，你们直接找我老公就好。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支持，我一定会把温氏发扬光大。快看，那是谁家的小姐？长得也太漂亮了吧，气质真好。哪个不长眼的，敢在这时候抢我的风头？这可是全球只有一件的高定，看来我妈为了做慈善已经疯了，连这么贵的裙子都舍得给你这种外人。可那又怎样？麻雀插上凤凰羽毛也变不了凤凰。跑什么？你这个白兰花心虚了。之夏，今天是爸妈的晚宴，你就算再讨厌我，也请给他们留几分体面，不要在这里闹事。你叫谁爸妈的？陈宇，你疯了吧？我记得温家就只有温之夏这一个独生女啊，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这可是宣布温之夏成为温家继承人的宴席，这女人把温总和陆总喊成爸妈，是想抢风头还是？好啊，陈玉，你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你故意装乖，刻苦学习，给我妈捐骨髓，就是想跟我抢温家女儿的名分是吧？各位贵宾，实在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这女人是我岳父岳母资助的孤儿，岳父岳母心善，才让她来宴席凑热闹开眼界。没想到这女人贪心不足，还想冒充温家的女儿。看着长相单纯，没想到心机这么深。温总怎么资助了这样的白眼狼？我没有，是爸妈亲口说的，他们要认我做女儿。闭嘴！你少在这里白日做梦！我爸妈怎么可能收你当女儿？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你配吗？明面上装可怜，骗我妈把你带回温家，现在居然还想鸠占鹊巢，霸占我的身份。陈宇，你好深的心机啊！知玉小姐，你没事吧？梁姐姐，我没事，你别怕，温总他们马上就到。梁助理，怎么你也想跟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一样，也要来当我们温家的女儿不成？温小姐，温总和陆总马上就到，请你自重。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教训我？之夏，别跟这种人动气，免得自降了身份。梁助理，你也是为了个外人得罪之夏，就不怕之夏今晚成了温氏继承人，明天就让你卷铺盖滚蛋？江先生，我是温总亲自聘你的特助，且不说之夏小姐到底是不是温氏未来的继承人，单论你这个外人，恐怕没资格让我滚。你说谁是外人？你竟敢对我老公不敬！温氏的继承人不是我还能是谁？你真以为就这段时间，我妈能生个二胎吗？谁是温氏的继承人，等会儿就知道了。爸妈，
等着吧，等会儿我妈正式宣布我继承温氏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们两个立刻滚出温家，滚出温氏。感谢各位贵宾百忙之中莅临，共聚此刻，见证温氏的未来。今天，想必大家都知道，我举办晚宴的目的就是要正式宣布，到底谁才是温氏集团将来的继承人。没错，等会儿我老婆就要被立为温氏集团继承人，以后有和温氏的合作，都来找我就好。果然是我！冒牌货，给我滚开！小鱼，到妈妈这儿来。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现在告诉你什么意思。我身边的这个女孩叫做温之瑜。妈妈，从今天起，温之瑜正式入我温家族谱，成为我和廷州名正言顺的女儿。同时，我宣布，温氏集团的继承人就是温之瑜。我宣布，温氏集团的继承人就是温之瑜。我的天，她竟然真的是温家女儿！温总竟然越过亲生女儿，把继承权全给了养女。我的天，这也太有魄力了！妈，你是在开玩笑对不对？她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贫困生，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你的女儿，还要抢走属于我的一切？这不可能，我绝对不同意！亲家母，你脑子糊涂了是不是？就算你想考验之下，也不能拿温氏的继承权开这种天大的玩笑。放着自己怀胎10月生下来的亲骨肉不要，去捧个满身穷酸气的野丫头，这要是传出去，江城所有的名门望族怎么看温家，怎么看我们江家？就是啊，亲家，温氏能有今天的地位不易，怎么能这么儿戏？把这么大的家业交到一个来历不明的丫头手里，江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你们江家在京城有位置吗？我温家的产业是我温婉一刀一张拼出来的，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指手画脚了？口口声声为了温家的脸面，字字句句为之下抱不平。说到底，你们不过是害怕这继承人换了人，你们江家就再也没办法从温氏身上获利了吧？你血口喷人，我们行得端坐得正，我和老姜是心疼之下，他才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身上流着纯正的温家血脉，你怎么能把属于他的东西给这个外人？你这是偏心，是不公，是老糊涂了。第一，户口本上写的清清楚楚，她不叫陈瑜，她叫温之玉，是我温婉和陆廷州名正言顺认定的长女，是温家的大小姐。第二，温氏的继承权给谁，是我温婉的自由，也是我温家的家事，与外人无关。哭，别硬碰硬，把事情闹大。妈，我才是你们怀胎10月的亲生女儿啊！你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心机深重来路不明的外人夺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难道就因为我不愿意当你们商业联姻的工具，你们就要这样狠心彻底毁了我的一生吗？我苦心栽培20年，寄予厚望的继承人临了，竟然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怎么算计家人身上。温之夏，你真是好样的！你们把我生下来，难道只是为了有一天把我当成一件没有感情的商品去交易吗？就为了换取温家的利益，卖掉我的幸福，卖掉我的一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原来温家大小姐就是因为反抗联姻，执意嫁给心上人，才被父母剥夺了继承资格，也太可怜了。这年头还有这种婚姻，不听话就直接换个养女当继承人，这当妈的心也太狠了吧！温家想钱想疯了，连亲生女儿的骨肉亲情都能拿来明码标价。温婉啊温婉，你不是硬气吗？如果温家将亲生女儿当作联姻工具，女儿反抗竟被取消继承权，这样的头版头条传开，我看你还怎么硬气？妈，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不听你们的话嫁给江辰，可我是真的爱他呀！我以为天底下做父母的都会希望女儿幸福，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狠心！你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只把我当成温家联姻的棋子？亲家，求求你别再逼孩子了！我知道我们江家门第低，配不上你们温家，可孩子们是真心相爱的呀。之夏只是追求自己的幸福，他有什么错？你怎么能对自己的亲骨肉这么狠心，这么绝情啊？是啊，温总，血浓于水啊，何必把孩子逼上绝路？真要闹到满城风雨，对温氏的声誉又有什么好处？得饶人处且饶人啊！温之夏，
就凭你今天这副颠倒黑白、卖惨演戏的下作手段，这温氏的继承权我就绝不可能交给你。凭什么？凭什么？温之夏，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自己，我和你爸什么时候把你当过工具？从小到大，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们都没犹豫过。你15岁生日，要一整座海岛开派对，我们买。你18岁，我们直接将温氏5%的股份划到你名下，这就是你说的工具吗？后来你私自偷户口本嫁给江晨，你妈纵然气得吐血，也从未真正放弃过你。我们是希望你嫁一个真正能与你并肩、尊重你，而不是利用你的人。到底是我们把你当工具，还是你愚蠢透顶，被这个江晨利用当枪使，一次次来算计生你养你的温家？爸，我不许你这么污蔑江晨。江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爱我、懂我的人，他才不是利用我。是你们太冷血，你们眼里只有冷冰冰的利益和温氏的产业，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我精心培养了20多年的女儿，从小教她独立自强，教她辨别人心，最后竟然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被一个伪君子的甜言蜜语玩弄于股掌之中。至于，这是温氏集团的继承合同，只要你签下名字，那么从今往后，温家的一切，所有的资产、人脉以及温氏的绝对话语权，全都是你的。妈，我不行的。别怕，孩子，爸爸妈妈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风雨，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去成长、去学习。只要有我们在一天，我们就会全力辅佐你、教导你，直到你能独当一面，真正撑起温家的这片天。无情，竟然真的要把温家的基业给一个外人，我不同意，我绝对不同意！我身上流着温家的血脉，我才是温家名正言顺的亲生女儿，她不过是你们资助过的一个外人而已，她凭什么和我抢？温家的一切都是温家祖辈拼搏下来，严格把控继承人传承下去。作为新一任掌权人，我的判断是你已经不配继承温家的东西，一份继承合同而已，你抢走、撕掉都没用，我多的是复印件。好你个温之玉！你给我妈灌了什么迷魂汤，让她这么信任你？你表面上装的跟个小白兔一样温顺懂事，背地里却阴险算计，挑唆我们母女关系。你就是个攀龙附凤的心机女，想抢我的家产，你也配？爸妈，我知道，因为我出身普通，你们一直对我有偏见，觉得是我高攀了温家，带坏了知夏，耽误了知夏的前程。如果你们心里有气，迁怒我一个人就好，怎么能这样苛待自己的亲骨肉啊？知夏那么爱你们，还有这位陈瑜小姐，哦不。现在该叫你温之瑜小姐了。做人要懂得感恩。你一个从贫民窟出来的孤儿，无依无靠，成温家资助才有今天。可你却用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挑拨我们一家人骨肉相残，抢夺之下的一切，你的良心过得去吗？你就不觉得愧疚吗？是啊，这亲女儿再怎么样，也不至于随便把家产给一个外人。谁知道这个养女背后挑拨了多少东西？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挑拨之下和爸妈的关系，我只是想报答他们的恩情。报恩报到我妈的继承人上去了。你一个贫民窟出来的孤儿，摇身一变成了温家大小姐，还能拿到温氏的继承权，这种鬼话谁会信？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骗子！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之瑜，抬起头来看着他们。之瑜，记住，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苍白的解释证明自己，而是用实力让对方无话可说。这是我教给你的第一课，也是你今后在江城立足、撑起温家必须学会的道理。妈，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他就是个骗子，你怎么能这么识人不清？温之夏，还认得这个吗？妈，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还给我，把它还给我！4月9日，江晨说，想要拿到温家的产业，就得先斩后奏，先生下孩子。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肯定会妥协，把股份和公司乖乖交出来。6月17日，江晨又跟我规划了未来，温家的产业迟早都是我的。等我成为继承人，爸妈就得看我的脸色。我嫁了江晨，就是江家的人，自然要为江家着想。温家的钱、温家的公司都该是江晨的。我的天，恋爱时这女婿就在给女儿洗脑吃绝粮，引导她算计亲生父母，这心肠也太歹毒了吧！这哪里是招赘婿，分明是引狼入室，娶了个内鬼啊！
温婉聪明一世，怎么就生了这么个愚蠢的女儿，连枕边人的心思都看不出来，简直是白眼狼！温之夏，你大概不知道，我和你爸爸看到这本日记的时候有多痛心。婉婉，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听众，我们养了一个白眼狼啊！他们竟然早在恋爱的时候就开始算计温家了。梁助理，立刻去查江晨入配温家之后所有的消费明细。当年我难产几10个小时，九死一生才生下你，疼了你20多年，把这世上最好的一切都捧到你面前。可你呢？你竟然和外人勾结，蓄谋已久，一门心思要算掉生你养你的父母。温之夏，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江晨，你骗得了我女儿，却骗不过我。你自己看看，这就是你入赘温家后的消费明细。你用温家的钱买豪车、戴名表，挥霍无度，又偷偷拿了多少钱补贴你江家？江晨，到底谁是骗子，谁才是那个攀龙附凤的吸血鬼？天哪，这吃相也太难看了吧！拿着岳母家的钱去养自己那一大家子，软饭硬吃，还吃得理直气壮。最可怕的是这个亲生女儿，居然帮着外人来掏空自己家，这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简直是引狼入室的白眼狼！温之夏，从你在你爸爸的寿宴上把孩子改姓，绝了温家后的那天开始，你就失去了所有继承资格。梁助理，抽我的，抽我的，陆叔叔，我的骨髓配型和温阿姨配上了，只要能救温阿姨，多抽点也没关系。原来是这样，这哪里是攀龙附凤，这分明是救命恩人啊！是啊，救命之恩比天大，一边是救了自己命的恩人，一边是算计自己家产的白眼狼。是我也会把家产托付给他。当年我病重，命悬一线，是知瑜主动站出来捐献骨髓救了我一命。何况从小到大，知瑜样样都比之夏出息，不仅是正经金融专业出身，还辅学了国际贸易，获得双重学士学位。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里，温家的继承人无关血缘，无关出身，但必须是有情有义、心怀家族、有真材实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守住温家的基业。来人，把他们都嫁出去。温家的夜袭不欢迎图谋温家的人。我错了，那些话都是我一时糊涂说的气话，日记里的内容也是我一时鬼迷心窍乱写的，我没有真的想算计家里，我真的没有。妈，求求你！知瑜，好孩子，签下他。从今天起，你就是温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温家的未来，妈妈就交给你了。对不起，妈妈，我不能签。对不起，妈妈，我不能签。为什么？我没听错吧？那可是温氏集团的继承权，他居然说不签就不签了。这姑娘不简单，面对泼天的富贵，能保持这份清醒和定力，光是这份信心，就甩了多少人10条街。至于为什么拒绝？爸妈，我不是不珍惜你们的心意，是我现在真的担不起这份责任。温氏是您和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是你们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一切。我能力不够，贸然接手会辜负你们的信任，更会毁掉你们毕生的付出。我不能冒这个险。这些日子你们给我的关爱，是我从小到大想都不敢想的温暖，我已经很满足了。往后我会更加努力，提升自己，沉淀自己，好好学习打理公司的本事。如果有一天我足够强大，能够配得上这份心意，能够守住温家的基业，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收下这份继承权，不辜负你们的栽培与信任。小鱼远比我想象中更有担当，更有格局。好，我们答应你，不逼你立刻接手继承权，
你先去温氏集团学习，从基础做起。我和你爸爸会一步步教你，陪着你成长。等你做好准备的那一天，真没想到，之夏竟然被江晨洗脑成这个样子。好好的一个孩子，一门心思帮着外人算计自己的亲人。他到底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就算他不继承家业，我也不能看着他一直错下去，不能让他害了温家。更何况，孩子是无辜的，我必须要让温之夏看清江晨的真正面目。婉婉，你想怎么做？车子已经收回来了，他和江晨住的那套别墅也该收回来了。人只有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才能彻底清醒，看清身边的人和鬼。怎么办？我被温家赶了出来，哪里还有钱？各位，麻烦配合一下，即刻清场，搬离这座别墅。你们算什么东西？这可是我家，你们凭什么赶我们走？就是，你们这是私闯民宅，我要报警！这套别墅是温家的产业，温婉小姐作为合法权日者，有绝对权利收回此处房产。限你们今日之内彻底搬离，把他们都请出去，小心点，别伤到孩子。你们放开我！我是温家大小姐，你们赶走我！温婉，陆廷铮，你们好狠的心！你还有脸骂？都是你！要不是你没用，留不住温家的家产，我们能被赶出来？我们江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娶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当初你拍着胸脯说温家一切都是你的，能让我们江家飞黄腾达，结果呢？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还有脸哭？你赶紧和江晨离婚！老公，你不会跟我离婚的，对不对？你不要丢下我，求求你别丢下我，我只有你了，真的只有你了。虽说我被赶出了温氏，但温之夏手里还有温氏的股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要牢牢控制住这个蠢女人，肯定就有机会拿到钱。宝宝，我妈她就是一时生气，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她原谅我的。求求你，别跟我离婚。爸妈，你们不要再骂之夏了。我跟之夏结婚图的又不是钱，是真心，是爱情。当初我愿意进温家，也是因为我爱之夏，不是为了温家的家产。你们能不能别这么看待之夏？傻瓜，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之前那些气话，我怎么舍得丢下你一个人？哼，我只是没想到岳父岳母竟然这么狠心，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要，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了一个外人，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之夏，这个世界上最疼你、最爱你的人，从来都只有我呀。温之羽，我不会放过你的。小雨，从今天起，你就正式进入温氏学习。我不会给你特殊待遇，也不会刻意偏袒你，一切都要靠你自己。我相信你能做好。谢谢妈，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从基础做起，不辜负您和爸爸的期望，不会给您丢脸的。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妈，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一次。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愿意把孩子的姓改回温姓，以后我一定好好听话。够了，简直丢尽了温家的脸。遇事只会撒谎推卸，闯了祸就用下跪哭闹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博同情。温之夏，我温婉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个软骨头？温家的儿女绝对不会用哭哭啼啼守住家业。你走吧。妈，爸，你们忘了这块胎记吗？小时候，你和爸爸抱着我说，这是上天赐给我们温家的记号。你们真的连流着温家血脉的亲骨肉都不要了吗？我不求别的，我只想回公司上班，求您了。行了，若是你有半分骨气，
凭自己的能力在温氏站稳脚跟，哪怕只是做出一点成绩，我或许还会高看你一眼。公司有一个跨国业务，我和你爸要出国半个月处理，这段时间你就进策划部，好好跟着部门的人学习。但是，我告诉你，江晨永远没有资格踏入温氏集团一步。谢谢妈，谢谢妈，我一定记住你的话，我一定好好表现，也绝对不让江晨来温氏。我们走。温之瑜，爸妈要出国半个月，这半个月我们走着瞧。小鱼刚才在大厅，你看到之夏手臂上的胎记时，为什么会有那样震惊的反应？爸，没什么，就是觉得太过巧合了。您看，我手臂上也长着一个和之夏相差无几的蝴蝶胎记，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真是太巧了，看来这就是缘分啊！连老天都在认可你，认可你做我们温家的女儿。小鱼，从今天起，你就是温氏正式的员工。既然踏入了策划部，就要拿出真本事，努力撑起温氏的一片天，不能辜负我和你爸对你的期望，更不能辜负你自己。妈，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婉婉，在公司事务上，你一向公私分明，不是心软的人，怎么这次真的让之夏回公司了？我们明天就要出国，你还把之夏和小鱼安排在同一个部门，万一他们起冲突，闹出什么问题怎么办？温氏里养不出傲骨的梅，之夏被我们宠坏，性子骄纵又好胜，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强。他在公司会是之瑜最好的磨刀石，能逼着之瑜快速成长。策划组最近的案子怎么乱成这样？策划组全体成员，3分钟后带上各自的案子，1号会议室开会。走廊太窄了，真是不小心。你的手臂上怎么会有这个胎记？好啊，温之瑜，可真够下功夫的。为了攀附温家，居然去纹身店做个跟我一模一样的胎记。看来你早就调查清楚我的一切了，真是心机深沉。我没有模仿你，这个胎记是我从小就有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你骗鬼呢！信不信由你。但是之夏，我希望你明白，一个女人真正的底气从来都不是依附男人，更不是靠雌竞争夺利益。我从小就没有父母，一直孤苦伶仃。我羡慕你，有妈和爸那样疼你、宠你。妈她身体一直不好，如果你真的在意她，在意这个家，就别再处处跟她作对，少气她，多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别再让她失望了。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来教训我？少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好人，你不过就是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我绝不会让你在温氏立足的，我们走着瞧。装腔作势，温之瑜，你以为你真的能坐稳这个位置吗？我倒要看看策划部那些觊觎组长位置的老油条，谁会真心服你这个莫名其妙空降公司的养女？各位，今天召集大家开会，主要是想和大家沟通一下目前策划部存在的几个问题。我看了策划部近3个月的工作日志，工作效率低下，部门分工模糊，很多项目推进缓慢，甚至出现项目停滞的情况。温组长，我们策划部一直都是这么运行的，大家手里项目都多，进度慢点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嘛。当然，质量很重要，但是效率一样也要提起来。针对这些问题，我重新制定了整改方案。新官上任3把火，刚来就挑刺，懂不懂我们行业的规矩啊？我会明确每个人的岗位职责，划分具体的工作节点，同时还会引入新的绩效考核机制，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把积压的项目尽快推进。小鱼初来乍到的，怎么跟这群老油条斗？我去帮他！别插手，让他自己去解决。这是他成长路上必须经历的考验，也是他作为温氏继承人必须学会的东西。我知道，可我就是心疼他，怕他受委屈。放心吧，小玉没那么脆弱。我倒要看看你敢对这些老员工怎么样。至于记住，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苍白的解释证明自己，而是用实力让对方无话可说。这是我教给你的第一课，也是你今后在江城立足、撑起温家必须学会的道理。李姐，从现在起，你被开除了。我在温氏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一个空降的黄毛丫头，有什么资格开除我？就凭我是现在策划部的负责人。你负责的蓝天计划案已经延期了整整2月。今天早上你提交上来的整改报告，经过系统查重，与3年前的旧案重合度高达82%。李姐，用抄袭的方案应付工作，这就是你所谓的功劳？证据都在这里。稍后人事会把解聘书发到你的邮箱，请你今天下班前收拾好东西离开温室。我知道你们对我都不服气，但我希望你们都能拿出实际。从今天起，策划部实行全新的规章制度，谁能干谁留下，谁想混随时交辞职信。在我的部门里，资历不是保护伞，能力才是通行证。听明白了吗？这怎么可能？温之友以前明明温顺怯懦，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他现在怎么敢这样？老王，你负责的国潮联名案竞品分析用的是半年前的数据，完全忽视了上个月竞品公司的价格战，导致我们定价偏高，项目停滞。因为最近市场变动太快。小赵，你负责的执行案时间节点模糊不清，尽快对接，近期上线。这种模糊词语不应该出现在温室的策划案里。我需要的数据是精确到小时。我们现在替换一下，老王，你擅长客户关系对接，这个案子的政策官交给你。小赵，你对年轻人的消费心理抓得准，创意部分你来牵头。还有，我会重新调整岗位分工和绩效方案，大家有什么异议？没有，温组长，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您的工作。现在我们可以放心去国外出差了。我果然没有选错人，小鱼这孩子悟性太高了，我不过只教了他1次处世之道，他就已经能灵活运用，独当一面了。小鱼比我们想象中还要优秀。只是有时候我真怀疑之夏这孩子到底随了谁的基因？难道我生他的时候把智商都留在了产房里？这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失败的项目管理。接着演。江辰，当初我就说我们江家庙小攀不上温家这顿大风，你非不听，非要和知夏结婚。现在好了，惹怒了温总，他这是要把我们老两口逼上绝路，跟着你们过要饭的日子啊！是啊，知夏，妈求求你了，妈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江辰吧！要不你们把离婚协议签了，这样你爸妈气消了，说不定能给江家留一条活路。我们江辰大不了再娶个普通人家的姑娘，也总好过现在跟着你担惊受怕，连累我们老两口连个安稳的晚年都没有啊！没错，江辰，今天你必须做个选择，要么今天就跟温之夏离婚，找个能帮衬家里渡过难关的女人，要么你今天就滚出江家，我们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你是死是活，跟我们江家再无半点干系。你们别冲动，我没有被温室赶出来，我妈已经答应让我回温室上班了，我在温室还有股份，我还是温家的大小姐，怎么可能让你们过苦日子？爸妈，我绝对不会和知夏离婚的。知夏，你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总算演完了，希望这丫头能信。放心吧，他那么害怕离婚，被咱儿子拿捏得死死的。知夏，既然你已经回了温室，那你赶紧拿点钱给我。你要钱干什么？我刚回公司，我妈的气还没消，我的银行卡早就被停了，根本没有钱。知夏，我这不是看到一个好的投资项是吗？只要投进去，肯定能挣大钱，到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资本了，再也不用看你爸妈的脸色，也不用受我爸妈的气了，这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未来啊！刚才在我爸妈面前，我可是拼了命的维护你，为你说了不少好话，不然我爸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只是想做点正事，挣点钱，又不是拿了钱不还。可是我真的没钱。没钱，你就这样？什么？不行，老公，这要是被我妈知道……知夏，你听我说，爸妈现在都在国外，这就是个时间差。等他们回来，我们早就把窟窿补上了，神不知鬼不觉的，谁能发现？我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行，你要是不帮我，我也不逼你，我也没办法了，只能听我爸妈的话。不要！
我答应你。之夏，最近策划部各项目的进度报表你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遗漏或者不符的地方。核对完尽快反馈给我，我们好推进后续工作。之夏，什么？这几天温之霞为了跟我争夺项目，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一样盯着我，今天怎么魂不守舍的？我说，策划部项目的进度报表和账目你核对一下。知道了。这要是被妈发现了，我肯定会被彻底赶出温室，到时候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可是，如果不帮江晨，他真的会跟我离婚，我不能失去他，不能离婚。之夏，钱什么时候能转过来？江晨，真的要这样做吗？万一被发现了，我们就都完了。温之夏，你有没有良心？我为了护着你，都快被我爸妈打死了。你现在就跟我说不敢，你这样畏畏缩缩，我看我们还是离婚吧，别耽误你当你的温家大小姐。好，我答应你，我会尽快想办法把钱转交给你，你别跟我离婚，求你了。老张，温小姐，您怎么过来了？我妈在国外临时需要资金调动，今年员工的年终先打给我吧。温小姐，我没有接到温总的指令啊，况且这可是3000万的款项，您只有口头授意，连个书面手续都没有，我实在没办法办理。老张，你是觉得我温之夏会骗集团的钱不成？我说了，这是我妈的意思。要不我还是给温总打个国际电话确认一下。我妈那边现在是凌晨，她为了国外的项目几天没合眼睛，你现在打电话去吵醒她，这个后果你担得起吗？老张，你在温氏也干了10几年了，应该清楚我是温家的千金，温氏未来的继承人。难道你以为我会害温氏吗？你放心，出了任何问题，由我温之夏一个人承担。但如果你今天耽误了我妈的大事，你觉得你还能在温室待下去吗？行，温小姐，您稍等，我立刻给您办理。但您千万记得，手续一定要在发年终前补上。老公，我办妥了，那3000万已经汇到你的账户里了。真的吗，宝贝儿？我就知道你最能干、最疼我了，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老公，这笔钱只能借用几天，必须得在给员工发放年终之前还回来。放心吧，宝贝，等我这边的投资回流，挣了钱，我立刻神不知鬼不觉的还回去。好，老公，我信你，你一定能挣到钱，把资金还回去。之夏，你怎么这么糊涂？不行，这件事我必须想办法阻止。今年的年终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往前这个时候早就到账了，我还指望这笔钱付首付呢。是啊，我爸下个月做手术，就等这笔钱救急。我问了别的部门，大家都没收到。温氏这么大的集团，该不会是资金链断了吧？不可能出问题吧？温氏这么大的公司，还能差我们这点年终奖？老张，你跑什么？老实告诉我们，今年的年终奖到底什么时候发？大家可都等着用呢。这不归我管，我只是个办事的。你是财务部的，你不清楚谁清楚？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大家别难为我了，年终奖的事情你们得问温小姐。温小姐，请等一下。温小姐，张专员说年终奖的事情要问您，你给我们一个交代吧。大家冷静一下，年底了，流程稍微慢了一点，大家再等等，自然会发的。温小姐，您支支吾吾的，不会是公司想赖账不给我们年终了吧？温总现在不在国内，您是温家的女儿，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对。
我说了再走流程，你们这是聚众闹事，都给我让开！不要！他跑了，他心虚了，公司肯定想赖账。温之夏，开门！你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今天不把钱交代清楚，你别想走出这个门。江晨，你快接电话，都来问年终奖了，我快撑不住了。您拨叫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老公，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接电话？我爸妈今天就要回国了，你快把那3000万还回来，再不还就真的瞒不住了，快啊！温小姐，您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温大小姐，今天你必须把话说清楚，我们的年终奖到底去哪儿了？就是，大家伙辛辛苦苦干了1整年，就指望这点钱养家糊口，凭什么说扣就扣？对，急什么？年终奖只是因为财务流程暂时延迟发放，你们少在这聚众闹事，胡搅蛮缠。延迟？那到底延迟到什么时候？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期限。够了，都给我闭嘴！温氏集团还会赖你们这点年终奖不成？你们一个个的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也敢这样质问我？温家大小姐又怎么样？我们凭劳动吃饭，天经地义，不是被你们这样的资本压榨的。今天不把钱吐出来，我们现在就报警，联名去劳动局告你。放手！你们这些疯子，给我放开！妈，你们可算回来了，公司出大事了。怎么了？慌慌张张的。知下假传您的指示，私自挪用了员工3000万的年终奖，现在员工们收不到钱，已经把他在办公室毒死了，双方起了肢体冲突，闹得不可开交。荒唐，愚蠢至极！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给他机会，他不思悔改也就算了，竟然连员工的血汗钱都敢动，这简直是在自掘后路。烂泥终究是扶不上墙。滚都给我滚出去！谁再敢碰我一下，我让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在行业里立足！我告诉你们，年终奖发不发，什么时候发，我说了算！让你们等，你们就老老实实给我等着！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打你又怎么样？别给脸不要脸！年终奖那是公司给的施舍，给多少什么时候给，全看本小姐的心情。我能让你们坐在这窗明玉净的写字楼里拿工资，就已经是对你们的恩赐了。多想想家里的老婆孩子，想想每个月雷打不动的房贷车贷。要是今天丢了工作，一家人跟着你喝西北风，那滋味可不好受啊！我们只是想要回属于我们的年终，我们讨要的是合法权益，你难不成还能开除我们？整个温氏以后都是我的，我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是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国家需要钱救急，要是工作也没了，我小孩也是，第1个学期学费还没交。都冷静下来了吧？想清楚了，就给本小姐滚回去工作。可是我听说，连温氏晚宴上，早就把继承权交给策划部新来的温之瑜小姐了。现在温氏集团的继承人根本不是温之夏。你胡说八道什么？谁告诉你的？我才是温家的亲生女儿，我才是温氏未来的继承人。温之又一个养女，凭什么和我抢？我妈一定会把温氏交给我，一定会。是吗？妈。妈，你们
你们怎么提前回来了？爸妈，你们可算会回来了！再晚一点，公司都要被这群人闹翻天了。是吗？妈，这些员工实在太过分了！这些人恶意扰乱公司正常办公秩序，目无规矩，肆意撒野！你快把他们全部开除！温小姐，你说话要凭良心。我们辛辛苦苦干了1年，只是想来问问应得的年终奖什么时候发，从头到尾都安分守己。是你动手打人，还威胁我们，怎么反倒成了我们的错了？没错，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你不仅不给，还扬言要断了我们的生路，简直欺人太甚！我爸还等着手术费救命啊，全家就指望这笔钱了。你一句流程问题，就把我们所有人的希望都掐灭了，现在还要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够了，都安静！一群疯子，都等着被我爸妈开除吧。闭嘴！各位，让大家辛苦操劳1整年，本该按时到手的血汗酬劳无端被拖延，白白承受委屈和危难。在这里，我以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向在场每一位员工郑重鞠躬道歉。我在这里明确表态，大家的年终奖是各位兢兢业业、辛苦付出换来的合法劳动报酬，谁都没有资格私自扣押，能用。这笔钱公司一定会给，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位员工白白吃亏，蒙受损失。关于后续的补救安排与整改方案，小鱼，你来做一下安排吧。各位同事，我代表公司向大家公布本次问题的临时处理方案与后续整改安排。第一，薪资核对方面，今日下班前，财务部会完成全员年终奖明细核对，确保账目零差错、零遗漏。第二，补偿发放方面，本次薪资延误，公司会有额外的补贴和年终奖一并结算，3天内统一到账，绝不拖延。大家先回到各自岗位正常工作，后续事宜我们会全程公示，给大家一个圆满的交代。谢谢温总，谢谢陆总。温之夏，现在没人闹事了，你要不要好好跟我解释一下，3000万员工年终奖去向何处？那笔钱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没有乱动用，我只是暂时周转一下，我有我的安排。之夏，我和你妈一而再再而三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可你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愈发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私自挪用公款，肆意欺压同事，颠倒黑白，谎话连篇。你到底要荒唐到什么时候？我没有，是这群员工得寸进尺，年终奖不过就是晚几天发而已，可是他们却蓄意闹事，围堵我。为什么你们偏偏相信外人，就是不肯相信我半句？我怎么相信你？温之夏，事实摆在眼前，你私自挪用公司3000万巨额公款，还利用我的名义肆意欺压员工，动手伤人，出言威胁，冷漠刻薄，毫无底线。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妈，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们真的误会我了。我确实是借用了那笔钱，可是我划船那笔资金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啊。再说了，我只是去财务部说了几句话，他们就全把钱转给我，财务部那群废物不是更应该受到严惩吗？我都是为了温氏，为了全体员工着想啊。温总、陆总，财务张总监已经带到。温总、陆总，所有的财务违规操作、资金异常流动，全部都是温之夏小姐一手主导、强行胁迫的。是之夏小姐强硬要求我跳过我公司所有正规审批流程，违法划转巨额资金，工作不谨慎，把控不好财务流程，现在还要凭空栽赃，把所有责任都赖在我头上。之夏，财务流水、资金流向、审批记录全部可查，全程留痕。老张是有错，但是这笔钱说到底是被你拿走的。这笔钱你拿去给江晨了是不是？你闭嘴！轮不到你来说教我！你就是虚伪，你就是装无辜！是你，我知道了，是你在爸妈面前搬弄是非，刻意挑拨离间，你想把我踢出温家，好独占温氏所有产业是不是？
我才是温家的亲生女儿，我才是温氏未来的继承人。人证物证俱在，你不正视自己的荒唐过错，还要迁怒怪在小鱼身上。你不在的这些日子，温之瑜处处针对我，他就是想抹黑我，取代我，抢走我的一切，一切都是他们串通好的。温之夏，太让我失望了。为了帮江辰填一个赌债的窟窿，你不惜掏空公司流动资金，无视温氏多年的基业与发展，愚蠢到可悲，自私到可恨。什么赌债？什么赌债？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根本没有这回事。你别凭空污蔑江辰。之夏，江辰问你要的那3000万，不是拿去做什么商业投资，这笔钱被他拿去填补赌博欠下的巨额高利贷窟窿。你闭嘴！我不信，这都是你的阴谋，是你故意编造这些谎话，恶意抹黑江辰。你已经挑拨了我和爸妈的关系，你还想挑拨我和他的夫妻关系，毁掉我的婚姻，让我一无所有。我不会信你的鬼话。从我那天发现你进了财务部开始，我就去调查江辰的资金流水了。江辰欠下的每一笔钱都在这里了，你好好看看。不可能，他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你们伪造的证据，是你们故意合成的，就是为了逼我认罪。你不肯相信，不肯面对，没关系，我让他亲自跟你说。你们干什么？凭什么抓我？我刚下机场就接到了消息，所以我派人去找了江辰。知道他在哪儿吗？他还在花天酒地，沉浸在花花世界呢。江辰，你告诉我，他们说的都是假的。那3000万公款不是拿去还你的赌债，对不对？你之前明明跟我说你是借用投资，过几天就会连本带利还给我的，对不对？是，钱确实是拿去填了我的赌债。你说什么？我赌博还债，归根结底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温之夏，你以为我想走到今天这一步？自从我入赘温家，你们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谁真正看得起过我？我是个上门女婿，在温家我永远低人一等，不管我怎么努力，迎来的永远是轻视、打压和质疑。我不甘心，我拼命想要做出成绩，想要赚大钱，不就是为了能配得上你，为了能撑起我们的小家吗？巧言善辩，我一时糊涂去赌博，那也是被温家的冷眼和偏见活活逼出来的。我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之夏，为了我们的未来。好一个为了之夏，为了未来！江辰，你利用之夏对你的盲目信任与偏爱，蛊惑、教唆他挪用温氏1000万公款来填补你个人的非法赌债，构成了严重的职务侵占罪。我今天只要报警，你是要坐牢的。坐牢？温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一时鬼迷心窍，我再也不敢了，求你高抬贵手，饶过我这一次，我不想坐牢。之夏，老婆，你快帮我求求情，你最疼我了，你救救我，我不能坐牢，我坐牢你怎么办？爸妈，你放过他吧，江辰他都是为了我，一时糊涂才犯错的呀。温之夏，你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这个男人在蛊惑你犯罪，他在拖累公司，在葬送你自己的前途。难道你真想陪着他一起进去蹲监狱吗？温总、陆总，你们说的对，我有错，但大头不在我这儿。从头到尾挪用公款、威胁财物，在单据上签字转账的人都是温之夏。如果你们非要让我坐牢，那温之夏也必须去坐牢。打呀！你们打死我好了。温之夏可是你们的亲生女儿，难不成你们当父母的还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去坐牢不成？无耻之尤，打你这样的人我都嫌脏了手。我温婉这一生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威胁，之夏我自会处置，但是你，我一定要让你进去。梁助理，报警，把他给我送进派出所。是，温总。温总，饶了我，我错了。妈，我求求您了，求求您放过他吧，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犯下的，要罚就罚我，我求求您了。妈，我求你手下留情，
求求您放过江晨这一次，不要把他送去派出所，我求求您了。温之夏，我教过你什么？温家的孩子，脊梁是直的，膝盖是硬的。你现在为了一个背叛你、利用你的男人，跪在这里摇尾乞怜，你还配当温家的女儿吗？妈，我也想问你，我还是温家的女儿吗？我在你们身边20多年，从小到大，我乖巧听话，拼了命的想做好一个完美的温家大小姐，不就是为了得到你们的一句认可吗？可是自从温之瑜出现，自从他踏进这个家门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你们所有人的目光、所有的偏爱、所有的夸奖，全都给了他。我呢？我在你们眼里还剩下什么？江晨他不是坏人，他之所以会去赌博欠债，全是因为入赘我们温家受尽了委屈和白眼。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我爱他，所以我心甘情愿陪他共度难关，帮他填补这个窟窿。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私下解决。我求求你妈，放过他可以吗？你挪用公司3000万巨额公款，这并非可以关起门来解决的私事。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是要坐牢的。可是只要我把钱补上，公司这边不予追究话不就可以了吗？我愿意退赃，我现在就退。说的轻巧，你拿什么退？你哪来的3000万？妈，我愿意拿出我名下那5%的温氏原始股份，我愿意用它们全部抵扣这次的过错，只求你们放过江晨。那5%的温氏原始股份是你在温家最后依仗和底气。你真的确定要为了这个屡次欺骗你的男人彻底放弃吗？他是我最爱的人，也是我孩子的爸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温之夏，你到现在还分不清轻重。挪用3000万公款，这是刑事事件，不是你我之间能私了的家事。我会报警，后续一切交给警方和法院裁决。你大可以用你那5%的股份保释江晨，但从今往后，你不必再叫我妈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妈，不要！为什么要骗我？你从前跟我说的投资失败需要周转，全都是假的，从头到尾你都在骗我，现在害得我妈不要我了。你怪我？如果不是你没用，比不过那个温之瑜，我怎么会连几千万都拿不出来？我那么爱你，而你连自己的爱人都护不住，眼睁睁看着我被羞辱，都是你的错。你现在反过来怪我，那既然这样，温之夏，离婚吧，你就让我去坐牢。没有，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知道是我太没用、太无能了，是我没能护住，让你受了委屈。你别生气好不好？你放心，我拿那5%的股份保释你，会没事的。你静下心好好想想，今天的一切真的是我们的错吗？根本不是，是你妈心太狠，半分骨肉情分都不讲，当众剥夺你的股权，断你的后路，把你逼成整个公司的笑柄，亲手毁掉你的一切。还有那个温之瑜，是他抢了你的一切。没错，都是温之瑜的错。那是温大小姐，她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她最近都是这样的，对工作特别认真积极，和以前完全判若两人。主管，关于晨曦文旅项目的初步策划案，我整理了1晚上，但其中关于预算配比和风险预估的部分，还有几个点想不太明白，不知道您现在方不方便指点我一下？妈，之夏最近真的很努力，
策划部的主管都跟我说，他提的几个市场切入点很有见地。小鱼，之夏在公司要是对你有什么不好的，我代之夏向你道歉。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孩子，你先去忙吧。之夏的本性并不坏，他只是被江晨蒙蔽了心智。他毕竟是我亲手教导了20多年的孩子，只要他肯收心，肯踏踏实实做事，愿意沉淀下来，总归是好的。假以时日，未必不能真正成熟稳重起来。以至于你现在有多得意，将来就会有多狼狈。你带给我的羞辱，我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你。我们走着瞧。再开一瓶黑桃 A， 都记我账上。我温家的女婿会缺这点酒钱吗？告诉你们，别看前2天出了点小事儿，那都是我岳母在考验我。下个月城南那块地已经内定交给我来负责了。他还真敢吹！我听圈里人说，他现在连温氏的大门都进不去，天天在家闲着，全靠他老婆上班养着，这不就是个吃软饭的吗？吃软饭都算抬举他了，温婉没把他送进监狱，就已经是看在温之夏的面子上，他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陈哥，听你这意思，最近又要发大财了。既然这样，你看上次你从我这儿拿去周转的那20万，现在是不是方便还一下？不瞒你说，我最近手头也挺紧的。急什么？当老子没钱吗？说了过段时间就给你。那个我有点尿急，都快让让。给我出去！老子自己没钱还装什么大尾巴狼？看不起我，都他妈看不起我！温婉那个老妖婆，温之瑜那个贱人，还有你们这群趋炎附势的小人，等着！你们都给我等着！等老子翻了身，我要让你们所有瞧不起我的人都跪下来求我！婉婉，别太累，早点回来。这就准备回家了。这孩子怎么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下班？妈，还有最后一点改革的细节需要核对完，我想今天做完。这些基础工作环环相扣，今天的工作不留到明天，才能保证后续的计划能顺利落地。最近接手公司的核心改革，压力很大吧？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难推进、难解决的问题？压力肯定是有的，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动力。温氏是您和爸一砖一瓦打拼下来的基业，我想稳住它的根基，再为它拓宽前路，让温氏能走得更稳、更远，不辜负您和爸毕生的心血。我知道你能干，也肯吃苦，更有想法，但是不用事事都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工作是做不完的，可以慢慢来。我知道了，妈，我会注意的。天色太晚了，外面在下雨，剩下的工作明天再做。现在就收拾东西，我们一起回家。都是你温婉，只要你死了，温之夏那个蠢女人才能继承温氏，我才能翻身。
尽全力救我老婆。什么？我马上来。老公呢？给我查，彻查今晚所有路段监控，谁敢对温家动手，我一定要让他在江城彻底混不下去。你跟妈妈一起坐车回家，为什么我妈妈躺在里面，而你却没事？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妈妈当时拼了命扑过来保护我，所以才受了这么重的伤，才会躺在里面抢救。够了，都给我闭嘴，都出去，别在这里添乱。老公，你去哪里了？出事了！我妈妈出了很严重的交通事故，现在还在急救室抢救，一直昏迷不醒。我好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看来温婉和温之瑜没看见我。太好了！你说什么？我说这是好事儿，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温婉对你向来冷漠偏心，眼里从来只有温之瑜。他今日若能重伤昏迷，生死未知的下场都是他自找的，是他偏心的报应。那是我妈妈，我就算心里再责怪她，再委屈，你也不能这么说她。你清醒一点，现在温婉昏迷卧床，陆廷舟心神大乱，根本无暇顾及公司。这是你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现在要稳住心态，趁机收拢人心，让所有股东都站在你这边。等温婉彻底倒下，无力掌权，温氏的一切就都是我的。家属不用太过担心，患者颅内出血已经成功止住，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势偏重，还没有醒来。只要能挺过3天危险期，就没事了。小玉，这里有我跟之夏守着就好。你身上也受了磕碰伤，别硬撑着。先去护士站做个全面检查，该处理的伤口好好包扎一下。我不要，我哪里都不去，我要在这里等着，等妈妈醒来，还不都是你惹出来的祸？怎么，现在又想在妈妈面前装可怜博同情，故意留着一身伤？是想等妈妈醒来，又让她心疼你、偏袒你吗？行了，别吵了。刘听话，先去处理伤口，别让你妈妈一醒来还要为你担心。别守着病床浪费时间了。立刻回公司稳住局面，拉拢股东，彻底坐稳继承人的位置。错过这次，你这辈子都压不过温之瑜。婉婉，你醒了。放心吧，病人已经彻底脱离危险了，只是身体损耗比较大，后续还需要安心静养一段时间，慢慢恢复就好。妈妈，你终于醒了。婉婉。小鱼，妈妈，别怕，妈妈没事儿。太好了，真是吓死我了，还好您没事。别怕，妈没事儿，让你们担心了。我守在门外彻夜等候，满心惶恐担忧，贴身照顾3天。他就只看得见温之瑜一个人。妈刚醒，身体需要营养，我出去给你炖点鸡汤补补。欢
患者温婉 A 型血，患者温之瑜女士血型 A 型。人家是亲母女，很正常啊。直系亲属之间血型高度重合、体征适配，本来就是最典型的特征。亲生母女匹配度高，再正常不过了。抽我的，陆叔叔，我的骨髓配型和温阿姨配上了，只要能救温阿姨，多抽点也没关系。妈，爸，你们忘了这块胎记吗？小时候，你和爸爸抱着我说，这是上天赐给我们温家的记号。您看，我手臂上也长着一个和之夏相差无几的蝴蝶胎记，从小到大一直都在。从前我只当是巧合，从来没有往心里去。可当年我急需骨髓移植，匹配概率本就渺茫，偏偏一次性完美配型成功，还有蝴蝶胎记，一样的血型，难道从头到尾一切都不是巧合？这双眼睛和我年轻的时候越看越像，有没有一种可能，当年在医院生产，2个孩子从一开始就被抱错了？小鱼，妈以前一直忙着公司事务，也没好好跟你聊过过往。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你还记得小时候在孤儿院的日子吗？当年你具体是怎么被送到孤儿院的？还有一点点印象吗？其实我之前也听孤儿院的老师提起过几句，我并不是被遗弃在孤儿院门口的，我最早是被遗弃在医院里，最后是医院一位好心的医生于心不忍，辗转折才把我送去了孤儿院。医院？哪家医院？哪家医院我不知道，不过院长妈妈从小待我极好，我在孤儿院的日子并不算难熬。只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妈，您今天怎么突然问起我的这些过往？小鱼从小无依无靠，孤身长大，吃过那么多苦，从未被家人偏爱呵护。万一我的猜测只是一场误会，只会2次伤害他。20多年的孤苦无依已经够苦了，我不能再让小鱼承受一丝伤害。没什么，就是看着你太过懂事，太过坚韧，你总是遇事自己扛，从不诉苦，从不抱怨。这些年苦了你了，妈心里心疼。不苦，我现在有妈妈了。我现在身体刚脱离危险，伤势偏重，还需要长期住院静养，根本没有精力处理公司繁杂日务。你爸爸整日在医院陪护我，早已分身乏术。温氏集团不能一直群龙无首，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不用天天守在医院陪护，公司那边辛苦你多费心。我决定暂时把温氏集团的所有事务全权交给你打理主持。你稳重靠谱，有格局，有能力，妈100%信得过你。明明是他害你出车祸，可你非但不怪他，不厌恶他，反而还要把整个温氏集团交到他手里。凭什么？他凭什么闯了祸还能全身而退，甚至坐享其成，稳稳拿下公司大权？温氏是温家世代基业，我绝对不允许让温之瑜这个外人抢走我的一切。温小姐，温总暂时把公司事务交给你打理，是信任你，让你稳住当下局面，守好公司根基，不是让你肆意妄为、胡乱折腾。温总生病期间让我暂代他的职位，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发展，我希望大家都能支持我的工作。你刚接手公司核心事务，根基未稳，资历尚浅，就贸然改动公司核心项目，你知不知道你这些激进调整会让公司承担多大的经营风险，让我们各位股东承受多少未知损失？我十分理解大家的顾虑与担忧，但公司过往老旧的项目模式早已跟不上当前的市场发展节奏，若是一味固守旧规，只会让温氏逐步陷入困境。我也是温家人，我所做的都是为了温氏的长远发展。你也配叫温家人？各位董事，你们也知道，她就是我妈妈领养的养女，自始至终都不是温家正统血脉，她无温家血脉，无温家成长根基，凭什么在温总重伤休养期间独占公司核心权力，执掌温氏生杀大权？况且，一个外人空降夺权，本就名不正言不顺。
他资历浅薄，行事激进，肆意推翻公司多年运营体系。你们敢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他？温小姐说的没错，非温家血脉，没有继承资格，更没有独掌温氏大权的资格。温之瑜年纪太轻，空降掌权本就难以服众，如今改革激进，风险极大，确实不适合继续主持公司事务。我们不能让一个外人拿整个温氏的未来赌是错。我们全体联名正式弹劾温之瑜，罢免温之瑜的管理权。锦州，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必须现在跟你说。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我叫医生过来？我怀疑之瑜才是我们真正的亲生女儿。婉婉，你别是出车祸头撞晕了？怎么可能呢？我不是胡思乱想，天底下不会有这么多巧合。血型、胎记，还有，你不觉得小鱼跟我年轻那会儿长得很像吗？还有她骨子里不服输、隐忍坚韧的性子，所有的一切都在一遍遍提醒我，我的猜测没有错。你这么说起来，小雨是跟你很像。这是？没什么，就是看着你太过懂事，太过坚韧。你总是遇事自己扛，从不诉苦，从不抱怨。这些年苦了你了，妈心里心疼。只有做亲子鉴定，所有说不清的疑点才会水落石出。好，我现在就亲自拿去检验科加急做鉴定。看吧，婉婉，这只是一个结果，无论是什么都不影响小雨是我们的女儿。各位董事，我所有的改革绝非盲目冒险，每一项决策都和温总商量确认过。温氏不是你用来试错刷业绩的跳板，你要是不服，我看就让董事会各位成员投票决议是否罢免温之瑜所有职务好了。没错，举手表决。赞成票占比超2/3。温之瑜，你出局了。志夏，你会让妈妈伤心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孝顺女儿，你不配！温氏本来就是我的，属于我的一切，终于全部拿回来了。温小姐，既然决议已下，还请你即刻离开管理层席位，不要再插手公司任何事务。等一下。您怎么来了？我不在公司短短几日，各位就急着罢免我的女儿，是当我死了吗？妈，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向着她？要不是温之瑜，你怎么会出车祸？她根本不配待在温家，执掌温氏。害我重伤住院的是肇事逃逸的司机，不是小鱼，他也是受害者。妈，你就是偏心。她只是一个没有血缘的养女，我才是陪在你身边20多年的亲生女儿。你为什么永远偏袒外人，处处针对我？我从未针对过你，更从未亏待过你。我待你视如己出，20余年悉心教养，百般纵容。可你呢？为了夺权，罔顾集团数百员工的生机，只为满足自己的私心和嫉妒。就算我有错，
可血缘不假，她就是外人，我才是温家真正的大小姐。妈，你今天就算再护着她，也改变不了她不是温家人的事实。董事们不会答应她来继承温氏。各位，看清楚，这份亲子鉴定报告足以证明温之瑜才是我温婉与陆廷舟血脉相连的亲生女儿。什么？我已经调查过了，当年医院产房管理疏漏，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因为你们2个人手上相似的胎记，这才出现了婴儿抱错事故。怎么会？这25年来，被我们夫妻捧在手心，悉心教养，视作温家正统千金的你，并非我们的亲生骨肉。你撒谎！我才是温家的亲生女儿，我才是温氏未来的继承人。而那个从小流落在外，寄人篱下，孤苦长大，被你们所有人视作空降外人，无血脉根基，不配掌权的温之瑜，才是温家名正言顺、血脉正统的真正千金，是温氏集团唯一的正统继承人。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我是爸妈的亲生女儿。小雨，我的孩子，委屈你了，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妈，既然所有真相已经水落石出，现在各位对温之瑜继承温氏集团还有异议吗？温总，如今真相大白，温小姐身为温家正统继承人，血脉纯正，名正言顺，我们自然再无半点异议。只是，温小姐年纪尚轻，上任后的改革动作幅度太大，风险未知，这全公司这么多人呢，一群老狐狸，说到底就是想白拿收益，规避风险，不肯为新人铺路。罢了，就当为小鱼铺路。既然各位忧心改革项目亏损，那我给大家一颗定心丸。温之宇后续推进的所有改革项目，全部由我个人资产全额承担，与集团股东各位股份无关。妈妈，项目做成，集团获利，各位分红照拿。项目若有亏损，所有损失由我一人承担。各位大可安心观望，静待结果即可。温总格局胸襟，远见魄力，实在远超我们这些固步自封的老人。汀州，让人把小希是我们亲生女儿、温家正统千金的消息全面对外公宣。我不希望往后业内再有任何人拿身世说事，非议为难我的女儿。放心，我早已安排。陆总，已经找到肇事逃逸的凶手了，是江晨开车撞的温总。此温之夏居然不是温家亲生的，到时候让温家查到车祸是我做的，我就死定了，必须得赶紧跑。江晨，你要干什么？江晨，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温之夏，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不，你是爱我的。你当初我主动百般讨好你，事事迁就你，图的从来不是你这个人，图的是你温家独生女的身份，图的是温家的财富和资源。之前你被温家冷落，我尚且耐着性子陪你演下去，可现在江城都传遍了，你根本不是温家亲生女儿，你现在半点利用价值都没有，我凭什么还要继续耗在你的身上？不可能，你骗人！你说过你爱我不是为了钱，你对我的温柔、包容、偏爱，你陪我熬过的那些日子，你对我说过的所有情话和承诺，全都是假的吗？你真是愚蠢的恋爱脑，几句廉价的甜言蜜语就把你哄得晕头转向，跟家里反目，背叛养育你的亲人。温之夏，你真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哎呦，还跟这个冒牌货说什么？快走啊！不准带走我的孩子！江晨，你什么都可以拿走，唯独孩子不行，你不能抢走！把孩子还给我！温之夏，你别在这里不知好歹，无理取闹！这是我们江家的血脉，江家的孙子
凭什么留给你一个外人？我就算捡垃圾、吃苦受累、哀求受罪，也能把他好好养大。他是我怀胎10月逼死生下的亲生骨肉，我就算死都不让你带走他！你松手，立刻松手！温之夏，你是不是疯了？在这里胡搅蛮缠什么？这是我们江家的金孙，他姓江。赶紧放手，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耽误我们走人。我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天底下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陪在他身边。什么亲生母亲？你连自己的身世都搞不明白，就是个无根无依、没人要的东西，也配当妈？江晨，你良心不会痛吗？我为你付出青春，背离家人，掏空身家，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一切。你从头到尾利用我，榨干我的价值，现在还要狠心抢走我的孩子！不识抬举的东西，好言好语跟你说不听，非要逼我们动手。今天这孩子，我们江家必须带走，白白浪费我们家晨晨这么多年青春，当初真是瞎了眼，以为娶了个温家大小姐能沾光享福，结果就是个冒牌货。孩子，还给我。你没资格谈任何条件。从你失去温家身份、没有利用价值的那一刻起，你和孩子就再无半点关系。我们走。今晚你们谁也走不了。你凭什么拦我们？难不成你还要绑架我们？你信不信我现在直接报警抓你？不用你报警，在来之前我就已经整理好所有证据，提前报警。什么？你长期涉嫌网络赌博，欠下巨额高利贷，教唆他人违规操作，挪用合作公司公款。除此之外，你酒后驾车、肇事逃逸、蓄意制造车祸伤人，桩桩件件，我手中都有完整实证，铁证如山。我妈妈的车祸，那场差点害死我妈的意外是你做的！你血口喷人！我从来没做过这些事儿！你少在这里凭空捏造，栽赃陷害我！我爸爸已经找到了那天晚上的监控录像，监控清晰拍到了你的作案过程，酒吧的监控也可以证明你是醉驾。现在我手上求存的转账记录、行车轨迹、监控录像、人证口供，证据多到足以让你把牢底坐穿。不是的，全都是假的，是你故意伪造的证据陷害我们。我们家晨晨老实本分、安分守己，绝对不可能干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你就是仗着自己是温家千金，故意针对欺负我们普通人。就是，我们绝不认账。跟警察说去吧。江晨，我们接到报案，且已掌握你涉嫌赌博、挪用公款、交通肇事逃逸、故意伤人等多项违法犯罪的完整实证，请立刻配合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警官，这两人当众对我妹妹温之夏实施恶意肢体施暴、暴力推搡拉扯、聚众欺压、寻衅滋事。为什么来帮我？我帮你，不是因为原谅你所有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你是爸妈亲手养了25年的孩子，25年的养育情分真实存在，无法抹杀。更重要的是，当年在孤儿院，是你在一众孩子里主动挑中了我。咱们资助一个孩子，就当是给夏夏积德行和，人选就让夏夏自己挑吧。就他吧。好，都听我们夏夏的。这些年，你的确对我百般刁难，处处针对，但我始终清楚，如果没有你，我或许一辈子都无缘回到温家，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你的本性并不坏，只是被江晨的花言巧语蛊惑了。妈妈，他不会再原谅我了，对吧？我把一切都毁了，他再也不会原谅我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
走走走，我们这里不招带孩子的。老板，我带孩子也不影响工作的，我不怕累，基层杂活、苦力活我都能做，求您再考虑一下。他从前做错了太多事，如今落得一无所有、四处碰壁的下场。说到底，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怪不得任何人。大人的恩怨过错，终究是大人的事，不该牵连懵懂无知的孩子。孩子无辜，不该跟着他受苦挨饿、颠沛流离，让人给他安排一份普通安稳的基层工作，足够支撑他和孩子的基本生计，让他们母子安稳活下去。真的？好，好，好，我随时都能到岗。宝宝，太好了，妈妈有工作了，我们以后可以安稳过日子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什么？我打算给孩子改姓，从今往后，他跟我姓温。改姓温？你以为改回温姓就能重新巴结上温婉，重回温家，拿回你的富贵身份？温家早就公开了温之瑜的正统身份，根本不可能再认你这个冒牌货。你别痴心妄想。你错了，我改回温姓不是为了巴结谁讨好谁，更不是想重回温家争权夺利。这个温是我温之夏的温，不是温婉的温。我做错的所有事，我会付出我的代价。从今往后，我不靠温家，不靠任何人，我会过属于我自己的平凡生活，而你会永远困在这方寸牢狱之中，为你的贪婪、算计、无耻恶毒付出代价。温之夏，你敢？那是我们江家的种！本人正式宣布，即日起退出集团管理层，正式退休。温氏集团全部股权、经营管理权、最终决策权正式全权移交于我的亲生女儿温之瑜。感谢各位长辈、股东、员工的信任与支持。接手温氏于我而言，不是权利，是责任。未来我会坚守温家立业初心，深耕企业核心发展，稳步推进产业升级，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善待每一位员工，积极回馈社会，守住温氏根基，带领集团稳步前行，长远发展。